句话道出了后宫女子无心的那个心酸。花像长好在在有好我脑袋姐妹陪在上一样。身边，日子才不至于太难过。皇后的头风是怕要发作的更厉害了。你看，我是把头发绑起来吃。她也不是傻子，一句微月夜冲月就困住了你，你自己可要当心呢。我知道。不过话说头发回来，绑起来吃。今天见你，总得要有自己人才好。可以发现，甄嬛回宫后，在一点点的为自己铺路，安抚友军，打探敌情，线下又把心思放在了钦天监上。天象这种东西，像是有点不讲理的魔法攻击。放学了吗？凡事小心，人家一句你不详，你也照样得吃瘪。为了防止让皇后故技重施，得把钦天监的资源把握在自己手中。钦天监的副使纪为生，办事倒清清廉廉，我看是个可用的人。今天男的妆完了，就这样吃饭。喂，大家晚上好。今天的新视频看了吗？姐妹间就是默契，玩笑间就商量好了计划，解决了钦天监的问题。皇上说，金宫来的小女和分段。怎么开播又忘记改那个？算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改不了。小影子过来。你今天要打卡。给您个人送去。收到打卡灯牌了，谢谢宝宝。的颜色也衬得起她。甄嬛回宫本就树敌颇多，眼下要把握一切可掌控的。大家每天都来来监督我吃饭，好不好？第一个该拉拢的对象。我昨天。心情的样子了吗？送给他这么好的料子做什么？哎，不是昨天吧？今天就是感觉心情不好呢，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下这一碗。刚见过一面，我今天还是想着心情不好，所以我点了这种比较好吞的流食来吃。两个人都喜欢绿色，都喜欢火炬王，冥冥之中注定这两个人不合呀。感觉外卖都不好吃，不必对他太好，可以慢慢挑吧。你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我感觉像小城市的话，外卖没几家，估计就没几个好吃的。大城市种类会多很多。该更新了，我才更新，我6点才发，快去看。说啥呢？只是这么做，既让皇上满意，还能少树敌，多交友，何乐而不为呢？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3连，祝大家发财。说啥呢？我真的是，我看看我干哪个角度。好，大家好啊，我是脖子细，继续更新脖子看看甄嬛。上期视频讲到，甄嬛回宫后，我这个桌子要是再矮一点就好了。我有点嫌弃它有点高，但是吧，网上我又买不到就是符合我需求的那种高度的桌子，我估计只能定制吧。就是让店家帮我把那个桌腿给削掉一块什么的。现在网上我看了好多桌子，不是这种高的，就是那种太矮的那种茶几，我又不想要茶几那么矮的，我去拿点醋。把椅子架。明确说明让静妃把胧月还给甄嬛，眼下静妃再不舍，也不得不把胧月送回甄嬛那儿了。胧月，以后要多去新娘的那里吧。新娘娘可喜欢你。今天我们吃豆腐脑。我从小到大都还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成都有的吧。我们家那边好像没有这个。但没吃过这个东西，你们能看出来这是豆腐脑吗？皇上让人用3个月修的永寿宫，果然甚好。胧月，快点！我之前都还不太敢吃这个东西，我感觉这个东西黏糊糊的，很奇怪。然后上次是跟同宝出去旅游，尝了一下本地的这种正宗的豆腐脑，然后就爱上了。那次旅游好像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吃。今日见到姐姐，很感谢姐姐多年来对胧月的悉心照顾，视如己出。妹妹，你我同在妃位，岂能行如此大礼？快起来！母爱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正如甄嬛所说的，慈母之心真可叫人盲了眼睛，迷了心智。被慈母之心所迷的，不仅有静妃，也有甄嬛。不是饭，思念胧月，它口感就是黏黏糊糊的那种。因而忘了自己爱胧月，静妃也同样爱胧月。接回胧月，必然会伤了静妃的心。
皇后摆明是借胧月挑唆甄嬛和静妃的关系。若换作旁的是，甄嬛轻易便能看穿皇后的花招，不会上套。但这招妙就妙在，皇后是在用两个母亲的软肋设局，导致你想吃点这种热乎乎的流食暖一下胃。眼下的甄嬛沉浸在母女团聚的喜悦中，却忽略了在场另一个母亲所承受的痛苦。这些年，要没胧月在我身边，欢欢笑笑的，我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没吃过以前豆腐脑，看见曹贵我也人和来静妃都有来四川吃，我也是连端妃都与温宜公主在今年和同胞出去旅游才第一次正经的吃这个，我以前不敢吃，我以前觉得这个东西黏糊糊的，看起来很奇怪，但还是好吃的。傻孩子，欢迎大家来成都吃。这个熹妃娘娘正宗的是哪个地方的来着？我快点忘了。让额娘抱抱。好孩子，快点叫你额娘亲一亲吧。额娘抱抱好不好？额娘抱抱。额娘不要我了。因为是在做视频，所以想的总会比较多。我觉得静妃西安吗？可能是在吃苦肉计。我之前去西安是去吃那个羊肉泡馍，还有肉夹馍，肉夹馍好吃。但那个泡馍可能我们吃的不正宗，我觉得它那个腥味太大了，反正就没吃下几口。然后那个馍掰得我手疼，那个馍太硬了。等甄嬛生下孩子后，再把胧西式月还给豆腐没有甄嬛，豆腐脑，所以静妃根本没有理由这么着急。欢迎大她若真心家。想把胧月送回去，大可先让胧月和甄嬛培养一段时间的感情，再说出实情，这样对胧月也比较好，而不是直接把胧月交给她眼中的陌生人。我头发分所以针，脖子哎，我头发真太少。今天来的目的不是送胧月，而是让甄嬛知道胧月不想跟着她。胧月的生母乐宫有了皇后发话，自己再不舍胧月，也不能死咬着不还给甄嬛。但出于母亲的私心，自己又想多留胧月一段时间，因此静妃用这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我感觉在我老家好像没吃过这个。如此，自己既向甄嬛表明了态度，也暂时留住了胧月。万一胧月因此排斥甄嬛了呢？万一甄嬛碍于胧月的态度不接走胧月了呢？万一呢？那自己是不是能一直陪在胧月身边了？静妃是一个好人，差一点就弄脏衣服。胧月是她的命。他为了多陪着胧月是有可能这么做的，眼下他也不过是个疼爱女儿的可怜母亲罢了。肥肠和肥肠和酥肉的双拼。好了哦，月儿乖，来到惠娘。你们会吃肥肠吗？我们贵州有一个很有名的肥肠粉，贵阳的肥肠粉嘛。然后我小时候不爱吃肥肠，然后就一直很讨厌这个东西。还是到了这边之后才发现这个挺好吃的，然后慢慢爱上了。又因此得了月子病，受了不少罪。当初他腹痛不止，却没有红糖的样子还历历在目。若彼时的甄嬛有一个暖宫带，估计能缓解不少痛苦。你说好不好？你瞧，新娘娘她多疼爱你，是不是？额娘也疼胧月。胧月。丧尸晚上好，你今天又来啦？今天周几来着？丧尸。听自己的女儿这么说，甄嬛的心都要碎了。甄嬛想接回女儿没错，静妃想留下胧月没错，胧月不认甄嬛更没错。他们不过是疼爱孩子的母亲和不明真相的幼童罢了。甄嬛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她后续没有怪过静妃，只把母女分离的痛苦归结在皇上和胧月身上。阿哥，你晚上吃什么？太后50块钱，知道了。叫撵背下了吗？奴婢已经领着叫你。谢谢爸爸的小心心，晚上好，各位。现在在吃豆腐脑。你昨儿才回宫，不如同我一起。今天要养养胃了，不是很舒服。眉庄算是最清醒的，再这么下去大家都伤心，还是先打破这个局面吧。胧月的事以后再说，再加上甄嬛也该去向他有情啊。还没吃饭，这么晚了。就先回去。你别走。辛苦了，我的二哥。不是甜的吗？我没有吃过甜的。甜的豆腐脑是在哪儿的？好好的陪陪你亲额娘，可好？谢谢灰骑士宝宝的礼品呀。
但没有甄嬛松口，他也没有办法。宝宝们，昨天的愿望没有一个宝宝能帮我实现的，今天会有好哥哥帮我实现吗？今天会有好哥哥实现我吗？都是以前皇上从来不让我在他面前提起你。盖特关键人物，皇上，这下知道根儿在哪了。现在怀了身孕，是在为哥哥照顾我，所以在我生产之前，还得把龙月托付给。我想要就是那个礼物里面往下最后有一个叫春日秘境的，想要那个。今天会有好哥哥实现我的愿望吗？就是一辈子，我也愿意。眼下龙月闹得这么凶，这么不舍静妃，甄嬛若强留龙月反而不好，因此即便不舍，也只能让静妃带走龙月。静妃虽留住了龙月，但心里还是不安稳。甄嬛说的是生产之前照顾龙月，那生完了不还是得还回去吗？皇上说的是。谢谢宝宝的男牌，叫春日秘境。春日秘境，今天会有好哥哥宠吗？眉庄赶紧出来打圆场了。是啊，既然如此，昨天一整场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哎呀，又洒了。时辰也不早了，你们两个人还是赶快给皇太后去请安吧。我们先走了。越看越觉得静妃今天就是来走过场的。皇后让我还孩子，我来还了呀。那龙月不跟甄嬛，我也没办法。不是我不给，是龙月不愿意。谢谢我二哥的10个青莲花卷，谢谢二哥。万一龙月因今天的事讨厌甄嬛了，二哥给你威哥肥肠。最后无心照顾龙月了，那自己还有继续陪着龙月的机会。先垫白口。太后怎么先头上药来？应该臣妾来。你吃肥肠吗，二哥？你来的正好。你好呀，晚上好。也就你伺候的最叫哀家舒坦。臣妾拜见太后，愿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里。眉庄来太后宫里，就像回自己宫里。今天的新视频看了吗？我又在炒冷饭了。太后这一关却不好过。回来了。换套衣服还能再发发。永寿宫住的还习惯。太后本不想谢谢。但因为皇后做的太过，所以今天那个其实也具体来说不算是心入不到，换了个衣服而已。但不反对归不反对，这也不代表太后就能对甄嬛放心。眼下甄嬛风头正盛，又怀有皇子，一个不小心就会成为后宫新的隐患，所以太后必须要先敲打他一番。太后先提起了我想下次点个特辣的试试，我感觉这个中辣的就还行，下次我试试特辣到底有多辣。完美回答了太后的问题，但这才是开胃菜，难题还在后面。这要喝的哀家舌头发苦。你们认识啊？太后对甄嬛的敲打远没有结束，不让她起身就是一种下马威。太后没继续问甄嬛的话，反而转移话题和眉庄聊。你们认识我好像又开始不太熟悉了。珊珊晚安，宝宝，你是哪位呀？处理秦可卿丧事时对迟到下人的态度。我先忙活别的事。目前已知信息，我只知道你是通报家的。这段时间才是最难熬的。谢谢。你位宝宝，念我念念。三洛宝宝，谢谢三洛宝宝。是三洛宝，没看错吧？我这边看字有点小。一向哀家瞧着你。谢谢三洛宝宝。三洛宝宝，为你个肥肠，你吃肥肠吗？你好，我是新人宝宝，欢迎你，谢谢你支持。眉庄看出来甄嬛今天这关不好过了，于是积极的哄太后玩。但是我还是这样，就是啊，谢谢我皮皮哥哥，皮皮哥哥给你唱个酥肉。今天的小脸可嫩了，今天的小脸是用过美容仪的。待会给你们看，我那个美容仪到了，所以今天的脸就是用过美容仪的嫩嫩脸。来，皮皮哥哥给你吃酥肉，这个豆腐脑。漱口而已，见长不见长的差距能有多大？
太后不过是找个由头敲打甄嬛罢了。珊珊我还是这样，就是我线下认人非常非常的差。就如果你不是那种天天在我面前露脸，跟我聊天，就是不断的给我加深印象的这种情况，我真的我线下就是谁都要愣一下才能认出来，要不就是完全分不清谁是谁。我认人这方面特别特别差。但我可不是吃素的。太后得让甄嬛知道，自己对她回宫的事并不十分支持，让甄嬛能有所顾忌。臣妾乃代罪之身，皇上顾念旧情，来甘露寺探望，臣妾感激涕零。酥肉有啊，它那个配菜，酥肉、肥肠、牛肉、鸡肉，还有蛋，所以格外怜悯臣妾，都挺好吃的。甄嬛明白太后想问什么，于是说明自己回宫不过是皇上的意思，自己可没那么多野心。如此说来，甘露寺一事只是你与皇上耳目。比比哥哥，比比哥哥今天可以稍微撒娇一下嘛？想要一个春日秘境，比比哥哥可以满足孩子的愿望吗？我昨天一整场都没有哥哥宠我，昨天一整场全陪大家聊那个聊那个工作去了。昨天一整场没有哥哥宠我，昨天带着遗憾下播的。举个例子，考完试出分了，年级排名都下来了，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心中带着答案问我考试时是不是作弊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排名都下来的情况下，已经不是为了取消孩子就想看个春日秘境，感受一下春日花花氛围嘛。以后还会不会作弊？其次是让我清楚他知道我谢谢爸爸昨天跟谁呀？借此警醒我以后不要再犯。太后的行为也是同理，先是判断甄嬛是否有狐媚惑主的心思，再用这问题敲打甄嬛，让甄嬛知道自己心里有数，让甄嬛以后老实一点。所以当这个问题问出来时，太后的目的就已经达到大半了。发现里面臣妾不敢欺瞒太后，往下滑，滑到最底下有一个叫春日秘境的。因为当时臣妾未出月而离宫，天啊，那个可以吗？想看那个，那个感觉好漂亮的样子。皇上来甘露寺时不见臣妾，以为臣妾还病着，故而到了凌云峰探望。真是教科书式的回答。甄嬛做到了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若说是巧合，太后肯定不会信的，所以不能撒谎。但说的真话也是避重就轻，只拣对自己有利的说，强调这件事的三个掩盖自己的目的。又改名字了，好家伙，又改。同时又让人满意的答案，这让我想到了昔日太后问甄嬛赴尔华妃事上有没有私心的那段剧情了。甄嬛怎么又改名字啊，三个？吃的什么豆腐脑？是盼着皇上平安，大大削弱了自己的目的性，实在是妙。果真如此，倒是哀家错怪了你。是臣妾未及时向太后禀明情由，臣妾有错。刚才提到了。太后的重点在于抛出这个问题上，提出问题。二哥、三哥，每次都发现你们俩在我直播间聊天，一定要在我直播间聊天吗？你们不在其他软件聊天吗？我每次都感觉好好玩。但甄嬛回答的也算滴水不漏。你们不在什么信什么 Q 上面聊吗？在我直播间聊。怎么回事？连刚生的女儿都可以撇下，如今怎么又肯跟皇帝重修旧好，还有了孩子？还没等甄嬛喘口气儿，太后的第二个那没有妖精呀！哇塞，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夸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你了，连小妖精都不知道该怎么妖精的回你了。班主任第一个问题是问我有没有作弊，第二个问题是以你平时的学习成绩本不该作弊，这次又是为什么？至此，班主任才好奇上我作弊的真正目的了。我得好好答，不然就暴露了我因早恋耽误复习的事儿了。那你俩看团播的时候也聊吗？哎，他们团播是几点来着？我好久没刷了。哀家跟他说话，插什么嘴？梅姐姐又替甄嬛着急了，不出意外。依然能在看《甄嬛传》的解说，你们最近爱看吗？我最近开始迷上了。
听《甄嬛传》解说，听《如懿传》解说，听《武林外传》解说，就是有一种实时弹幕的感觉，还挺好玩的。虽然这些剧都已经看了熟记于心的。我出宫不是为了这个行。在哪边？最近都不表演，宝宝。最近在养身体，因为最近那个身体太差了。可皇上来看臣妾，臣妾就知道皇上并非无情。今日侥幸回宫，臣妾只想安心侍奉皇上，弥补过错。咋这么白？这和甄嬛应对皇上说养的，好好养的，加了美白滤镜。我以为皇上不爱我才走的，如今也是知道皇上还爱我才回来的。有了皇上的爱，电视剧啊，啥剧啊？山河玉女好像都没听过。谢太后。但其实我对古装剧不是那么的感兴趣，光这个《甄嬛传》我还是前2年才开始看的呢。这些答案真唬住太后了。就它火了那么多年，我前2年才开始入了这个坑。甄嬛回宫已成了事实，太后想做的是让依然不看团播啊？且需要甄嬛一个态度。这样，我以为大家都会去看他们团播，毕竟真真他们在里面嘛。如今该说的说了，该问的也问了，甄嬛应答得当，态度诚恳，那太后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今日的事依旧和太后因华妃复位敲打甄嬛那件事类似。我找找有没有解说吧，就如果是看正剧的话，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我找找看有没有解说。谢谢宝宝推荐。哀家叫他起来，哀家是病糊涂了，你也病糊涂了吧？太后，熹妃跪着就是她肚子里太后的孙儿跪着，一家子都向太后请安行礼，难道臣妾还要去拦吗？恕你嘴甜。考试结束，见眉庄打个圆场，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不要怪哀家苛责，皇帝是哀家亲生的，哀家也怕再招进一个狐媚的。好。如今你那接下来回头我找找有没有解说的，看2集。太简朴了些。太后说的可能是甄嬛头上的垫子，这个垫子上的饰品是可以拆卸的。年轻女子多戴满垫，满垫是谢谢我弟弟哥哥，这是门小鹿吗？知道了，谢谢我弟弟爸爸。这个我好像也没有看到过，也满足了。谢谢比比爸。以后就当没有甘露寺这回事。APP 你会去看他们团播吗？因为我以为大家都会去看的，毕竟就是我们团妹妹在里面嘛。声音原来这么萌吗？是的，又是从我视频里面被我骗过来的是吧？欢迎你。皇帝年纪渐长，但是身边的人却不如以往亲近。于姨，年龄长了这样，我对那些剧不是很感兴趣。我对所有的剧都不是很感兴趣，就是因为我之前是看动漫的，就很少看这些。国内的剧啊，国外的剧啊，除非它大火，就是火到我觉得大家都在推荐，那我去看看它到底为什么火。又没有痛，说得好，说得好，就喜欢这种专一的男人，说得好。拜拜三哥。皇后待臣妾很好，臣妾感激不已。那就好。太后想让甄嬛制衡皇后，不是想让她扳倒皇后。太后清楚，7年纯元91事件是我好像有点越界了，是不是？甄嬛因此事看穿了皇后。那就替我的同胞感到开心，有这么专一的哥哥。希望我也能有这么专一的哥哥。我今天还在等着一个这2天才出现的歌，看他今天什么时候来。有个事还想跟他说呢，真的昨天难受了我1天。反正哥哥太多了，希望我也能有这么多哥哥。我前2天还被人说呢，就是那个哥一进来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直播间一看就是没有大哥的人，我说什么扎心的大实话。希望未来会有。
至此，甄嬛回宫后的一大难关终于过了。好啦，今天解释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3连，祝大家发财，爱你们哟！我要加油变得更好吧，把属于我的哥哥们都吸引过来。如果可以，甄嬛宁愿过去种种从未发生过，宁愿自己在寺庙了却余生，而果郡王还是那个潇洒的王爷。若如此，便不会面对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了。果郡王不同，和甄嬛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是他灰暗人生中唯一一抹光亮。今天也来啦！早知道今日的等等，让我，他也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唯一后悔的是，当初让我在脑里回忆一下。那3个字已经开始有点形状了，我就是想不起来。谁来着？那3个字谁来着？啊！完了，想不起来了。我又记住是3个字，完了。我的心虽一直都属于你，但形势所迫，我不得完了，我又想不起来了，饭团3个字。即便到了今天这幅田地，我记性好差。而死，我也不会怪你。这波萝莉风格，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本来就是萝莉，然后我萝莉发萝莉的视频大家不爱看，我发御姐的视频大家爱的要死。深知大限将至的果郡王开始忏悔，他不后悔爱过甄嬛，只是内疚。你们喜欢的哪一面我都有。我是不是很厉害？这是在仙路。吃的什么？豆腐脑。舒太妃昔年情深意重。不要说这样的声音。你好呀，今天又来了，欢迎。谢谢我欧酷宝宝，小飘飘，谢谢欧酷宝宝。宝宝们，今天有哥哥宠吗？有没有好哥哥帮我圆一下昨天的遗憾？你们要想要一个春日秘境。这一瞬间，甄嬛还以为果郡王知道了。昨天带着遗憾下播了，今天有哥哥可以帮我实现吗？在那个发现里面，大家往下拉，拉到最后有一个叫春日秘境的。想要那个可今天有哥哥宠吗？都是做阿玛的人，说话还是这样没有情义。或许甄嬛真正想说的，不是果郡王因为袁彻不是女的啥豆腐脑，而是一早就因为红艳灵犀做了阿玛王。这豆沙的话，感觉那个适合下午很热的时候当下午茶吃。一句对不住，究竟是为先前不合时宜的话道歉，还是为他偷偷换了毒酒，永远无法再陪伴保护甄嬛而道歉呢？那么我说，终生所愿，永结婚好。吃圆了，你看，我觉得应该是昨天晚上哭太久哭圆的。哭水肿了 ，OK， 谢谢。琴瑟在御，岁月静好。果郡王说完了自己想说的，听到了自己想听的，再无遗憾，坦然举起酒杯，选择从然此死。是的，被我视频骗进来的，是不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3连，祝大家发财。让你们都吓一跳，震惊一下。用我萌萌的声音吓死你们！甄嬛惊慌无助，现在只希望和果郡王远走高飞。没了果郡王，她的人生便几乎失去了意义。今天晚上得洗头了，感觉有点油。无法相守，甄嬛也永远无法逃脱这个牢笼。在我心里，今天会有好哥哥帮我实现愿望吗？是我唯一。目前还是没有，是不是？还在想要一个春日秘境。想要一个春日秘境，今天有好哥哥帮我实现吗？告诉你，红颜和灵犀都是你的。或许果郡王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真相，无论双生子是不是他的，无论这杯毒酒是不是甄嬛主动端来的，他都不在乎。他对甄嬛的爱情纯粹热烈，对甄嬛的唯一要求就是让她保重自身。现在用自己的命换了甄嬛的生路，果郡王便再无遗憾了。
别来看我吃饭。欢迎晚上好，记得把灯牌点点哦。欢迎豆本豆宝宝。奉皇上命令，若是娘娘出来，便宣读圣旨；若是除了娘娘之外没旁人出来，那么无论娘娘也好，谁也好，一律格杀无论。皇上早就做好了准备，如果甄嬛没按皇上的心意行事，那二人都得死。到时候一个命不发丧送去边关，一个被宣布因病暴毙。你们家不前两天就是也是点了一碗这个嘛，就大概这么大，分量这么大。然后我中午觉得特别饿，就是不知不觉把这一碗都吃完了，结果撑了一天，特别难受，就是撑到大半夜的那种。甄嬛要活下去，她未来的撑到大半夜都还没消化。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呢，我不会今天也把这碗全吃完，然后又难受一碗吧。请公公宣读圣旨。熹贵妃听旨。欢迎各位爸爸，你今天人比较多哎，欢迎大家。中宫使者，但现在外面夕阳很好看。故令熹贵妃暂领6宫之事，为同父后。钦此。皇上封赏了甄嬛，让她暂领6宫之事，为同父后。这封赏代表什么呢？是安慰，是对甄嬛忠贞的认可，是对甄嬛帮她除去心腹大患的嘉赏，同时也是持续掌控甄嬛的手段，提醒甄嬛，我能让你为同父后，也同样可以随时摧毁你。用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让甄嬛始终处于被他掌控的状态。今天有2个人这样说了，但我没吃过西施豆腐。这可是前所未有之大喜呀！皇上知道娘娘劳累了，特意让奴才先扶娘娘回宫歇息。甄嬛根本不会在意这旁人无法企及的权力富贵，这所谓封赏，不过是又给他安上了一重枷锁，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来。谢谢宝宝的灯牌，吃的是豆腐脑。张主，王爷呢？欢迎深念宝宝。娘娘，娘娘！花落了，甄嬛的青春、纯真、爱情，因为果郡王的离去也不在了。脖子这里套用一句网友的话，其实这2杯酒都是有毒的，不过果郡王是当场毒发身亡，而甄嬛了一点，因为昨天晚上哭了一晚上，今天应该是肿了。好啦，今天结束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3连4发财，爱你们哟。萌，谢谢。咱今天萌到了好多深深宝宝进来，欢迎大家，晚上好。喜欢的话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粉丝灯牌哦。生物留给了甄嬛。皇上，国靖王暴毙，事情已经了了，皇上安心。奴才也按照皇上的吩咐，准备将王爷密送到关外去，让外头都以为国靖王又回关外去了。天气热，不宜耽搁太久。皇上总能用最轻描淡写的态度说出最冷漠的话。近来发生的这些事，让皇上对果郡王残存的那点兄弟情谊也消失殆尽了。现在面对果郡王的死，只用一句天气热就轻轻的带过了。额娘不得宠，皇阿玛也不喜欢朕。兄弟之中，唯有老13和老17和朕亲近些。正是如此，果靖王才罪不可恕。皇上忘了，奴才悄悄从果靖王府找到的那些信，全是果靖王夫妇的密语。夏意这个角色很有意思，他的出场戏份虽少，应该是第一次来看我的人吧？我吃饭速度很慢的，超级慢。但脖子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急功近利、喜欢过度表现自我、自作聪明的人。在摩阁求娶甄嬛，皇上怀疑果郡王觊觎皇妃时，他就有过多次拱火的行为。
最可气的是果郡王竟敢觊觎皇嗣，有不臣之心。夏邑只是皇上的一把枪。恭喜你放缺100磅升级。他本不该过多智慧。宝宝，你好像不怎么说话，是不是？我好像第一次看你 ID。甚至制造风波，是个安静的宝宝。自己在皇上心中的地位。到了大后期，他的言行更是不谨慎。在小允子暗杀夏邑时，他甚至高呼自己是为皇上办事的，完全忘记了自己身为一个密探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即便他没死在小允子手里，但若这话传到了皇上耳朵里，他也是不能留的。线下，当皇上回忆起和果庄的过往时，夏邑又抖起了他的小机灵。夏邑生怕皇上对果庄生出怜悯之心，赶忙强调果庄罪无可恕。果庄的这些事全经了夏邑的手。若这个时候皇上心软了，那夏邑就有点里外不是人了。于是夏邑直白地去评判亲王的是非，让皇上收回那恻隐之心，以强调自己的功绩。皇上，你别心软。大家晚上好，新视频看了吗？对了，该死的果庄的死可有我一份功劳哦。他是罪该万死，可是朕不能不顾及兄弟之情。朕本想厚葬云里，把他大家不去看吧。在那边办得风风光光。明天拍摄又要开始思考穿什么了。还是不要张扬。为保边界只是一方面，皇上出于私心，也不想给这个让他忌惮多年、觊觎其妃子乃至皇位的弟弟多体面的收场。但皇上不愿向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承认自己嫉妒苛待自己的兄弟。你自己看看那个 ID 呢？来掩盖私心，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你看我是谁？皇上所言极是，熹贵妃不知是不是伤心惊惧过度，才会从那么高的台阶上摔下来。太医说膝盖受损严重，恐怕还要好些时日才能行走。夏邑生怕皇上忘了甄嬛，特意提起了甄嬛跌落桐花台的事。虽未明说甄嬛失足的原因，但特意用了伤心一词。宝宝们，现在有好哥哥可以帮我点点展馆吗？引导皇上进一步调查。想要的那个求不到的话，哥哥们帮我点点展馆吧。伤心京剧。我发现我都吃饱了。真是难为他们。今天的心愿能够实现一个吗？但他的反常行为还是引起了皇的疑心，一句真是为难他了，满满的讽刺意味。这里先暂停一下，希望大家能给脖子一点时间。我先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大家喜欢看我吃饭？天气回暖后，脸上的油脂就开始旺盛起来，脸上比以前更容易长痘。这里就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西木源家的广告跳过。有好哥哥可以帮我点点展馆吗？愿望能实现一个吗？果郡王死后，皇上有心结，甄嬛也有心结。于甄嬛而言，皇上昨天一个都没有实现。现在实在无法对自己的仇人强颜欢笑。魏太医说，娘娘的右膝伤得太重，这日后不能再跳舞了。娘说，惊鸿是要跳给心爱的男子看的。我的确是不理睬。一曲惊鸿，半生痴缠。这支舞从争宠工具、情谊载体，最终化作了经济符号。伴随惊鸿舞的埋葬，甄嬛彻底斩断情丝，走向孤独的权力巅峰。自然要知道，我答应过他，我会好好的。有没有对象？我自己。以前的甄嬛是为了爱国，很温柔。好久没把这套翻出来穿了，我现在都很少穿这种制服了。日子快配上一生，我爱了他一辈子，也辜负了他一辈子。完美，这么完美的绵绵哥哥可以闯一下，帮绵绵点点展馆吗？我都不能为他痛哭一场。甄果为我们描绘了一场最浪漫的爱情过程，
但却又给了我们一个最悲惨的结局。天人永隔，爱人已不在，但甄嬛连为他哭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将这无限的孤独与痛苦深埋心底。圣旨是不许见哭声的。真是讽刺！皇上允许果庄的丧事在京中操办，却不允许传出来哭声。究竟真的是想封锁消息，还是想阻止旁人追念逝者呢？允许操办葬礼是为了维护皇室的体面和自己的名声，而不允许见哭声，便一定程度是出于私心了。果庄的葬礼成了一场无声的处刑，连死后的悲戚都被剥夺。大家都还不是我家哥哥，是不是？自然不许人信。你哭的不出声，可千万说不得这种话，曹夫人，这是大不敬。大不敬。我这样的人还怕谁？果庄死后，浣碧失去了金婚之助，且皇上不允许见哭声，掩盖果庄真实死因，这种轻贱逝者的行为。也让浣碧见识到了皇上的凉薄与虚伪，毫无求生欲望的他不再顾及后果，控诉起了皇上的行为。吃饱，今天好像也没什么胃口，吃饱。我今天才吃了多久啊？今天是真没胃口，才吃了半个多小时。大家画一画刀，把这里面肉和花生挑了。浣碧对果庄的爱贯穿全剧，我不会否认浣碧爱过靖王，但果子觉得长久的爱而不得，已经让这份爱化作了一种执念。得到果庄的爱，甚至成为了浣碧生存的意义和自我认同的方式。这份爱已经不单单是普通的平常了，而是早已和浣碧的生命进行了深度捆绑。如今果庄的死彻底摧毁了浣碧的希望，失去爱人，或者说失去生存意义的浣碧选择了殉情，这一行为是对果庄极端爱的表现，也是浣碧今天怎么大家这么早就开始不说话啦？以前都是9点半、10点的时候大家才开始不说话，今天怎么8点都还不到就开始不说话啦？今天好奇怪。浣碧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亡让观众对他的命运唏嘘不已。他随王爷去。娘娘，你保重。佛珠断，杀心起。短短几日，自己的爱人亲人相继离世，这一切都与皇上脱不了干系。浣碧的死再次放大了甄嬛对皇上的恨意，复仇的种子渐渐生长。我还憋着个事儿要跟他讲。以前他很早就来了，今天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来。再等等他。我这样我憋1天了，憋这个事要跟他说。皇上上级过度，又要堵住悠悠之口，不许丧气外传。有点热，开了空调还是有点热。劝他节哀。皇上为自己害死的果庄难过，听上去真是讽刺。皇上的狠毒虚伪，只让甄嬛恶心。有件事，你要替本宫查明。娘娘吩咐。皇上为什么突然飞至国戚，亡于死地不可？仿佛是为了写信。这好像不对，算了，就这样。事到如今，苏培盛怎么都能看出来甄嬛与果庄的关系不一般了。他也清楚，果庄这件事让甄嬛与皇上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甄嬛开始记恨皇上，现在的苏培盛必须面对立场的选择了：从皇上派小下子，而非苏培盛参与秘密处死果庄这件事。苏培盛意识到皇上已不再像曾经那般信任他了。那现在，一边是年老且开始不信任自己的皇上，一边是和亲戚相关、膝下有2位皇子的贵妃，谁更可以依靠就显而易见了。且苏培盛本就是皇上的下人，即便暗中站队甄嬛，也不会妨碍他继续在皇上面前扮演中仆角色。只要分寸拿捏得好，完全是多了一重保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私下归顺甄嬛才是最佳的选择。这和昔年曹清墨的选择类似，一边做华妃的军师，一边暗中为甄嬛服务，吃2家饭，进可攻，退可守，总是更稳妥一点的。现下苏培盛提起家书的行为，就是在递入伙的投名状，与甄嬛建立信任机制。这一行为不仅通过泄露皇上秘密的方式向甄嬛传递了有用的信息，还亲自把自己背叛皇上的把柄交到了甄嬛手里，让甄嬛意识到苏培盛甘愿与他进行利益捆绑，类似于博弈论中的人质策略，通过主动承担风险向对方证明合作诚意，用这种自我暴露的方式传递我信任你的信号，触发对方的互惠心理，促使对方也放下防备。在苏培盛提起家书这件事后，2个聪明人等一下，那个人来吧，他怎么还不来？每一封家书后面都有这么一句话：今夕。每一封都有。脖子接下来要好好讲讲这些熹贵妃案的家书。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小伙伴认为果郡王写下这些家书的愚蠢行为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认为他因情失去了理智。但真相真的如此吗？脖子今天要阐述一些不同的想法。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信中的内容：御饮5期见字如晤，久未通信，心中挂念，代问岳父岳母安康，缓解居于深宫，不便回家相聚，烦请多服辛劳，勤往宫中位置。吾守边关已久，早已应水土，无需挂念，熹贵妃安。御饮5期，今通信不为他故，为念缓解。汝是否于宫未与他？若再往，代夫以言，熹贵妃安。闲暇入内探望宫廷之争，十分险恶，虽奢华显赫，唯缺少亲情。姐妹乃骨肉相连，不可疏直。你们安静了10分钟啦！衷心拜托代夫一言。安静这么久，大家在路上吗？我主要是思念成疾，失心疯了，疯狂表达自己对甄嬛的爱意。但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信中存在的问题？果郡王虽疯都表达着对甄嬛的思念，但用词十分谨慎，对甄嬛的称呼全是熹贵妃、嬛姐。信中的内容也是传递自己单方面对甄嬛的挂念，没有提及任何2人间的往事。可能会有小伙伴说了，果郡王可能怕信被皇上发现，所以才这么写的，这样既能表达爱意，又不会害到甄嬛。但铁逻辑是，如果果郡王已经失心疯到不管不顾的程度了，他就不会在这写满思念的书信中斟酌称呼的用词。相反，如果果郡王但凡保有一点理智，就该记得他曾经帮皇上截获过敦亲王与年糕的书信，能意识到这些信可能会落到皇上手里，且他也该明白，以浣碧的性格，信的内容绝对不会传到甄嬛耳朵里。如果说他那么写是想让浣碧心里舒服点，愿意帮他传递心意也说不通。在通篇写着我爱他，我想他的信中，改变几个称呼又有什么用呢？简而言之，如果他疯了，那这信就不会这么保守。那个西班牙的新视频我还没看呢。这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只要我把这些东西说成是我需要拍节目用的就可以。所以第3期的 vlog 我们将用这种方式来给大家介绍我具体买了些什么东西。本视频由 Tom Talk 赞助播出。是这样的，就是在 Tom Talk 听说我们要去西班牙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说能不能在过程中使用他们的背包，然后他们最近是出了一个跟集合联名的这么一个大大小小的包包。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要不然的话这个包就送给你们，然后你们自己背着，然后能露出就露出，然后也不用说什么。然后我们说好。后来他们听说，哎，本来是1期蓝盒子的视频变成3期之后，他们说，哎，那我们能不能就是也赞助1期？我说这么好呀。所以这期节目就是 Tom Talk 赞助的。好，从
从蓝盒子那个海滩回来之后呢，我就去看了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的这么一场比赛。怎么说呢？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你比方说，像我其实去之前想去的原因肯定是皇马和巴萨这么一个国家德比，然后呢想看一看西班牙顶级天才，他队伍里边有一个叫亚马尔的一个年轻人，他17、18岁差不多，然后现在是世界上身价最高的这么一个球员。皇马那边有姆巴佩，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想就在赛前看一下这两个人的比赛，结果亚马尔受伤了。皇马那边是什么情况呢？在这场国家德比开始之前，更衣室干起来了。干起来了不说呢，记者又拍着姆巴佩咧个大嘴笑着开车离开了训练场。赛前姆巴佩其实受伤了，好不容易恢复的差不多，训练场上的时候听见教练说他要替补，老哥不干了，说我又受伤了。也就是说，赛场上为数不多的我认识的两个人都踢不了了。行吧，反正票也买了。这种票是这样式的，你如果说做一个完全的游客，从来没买过西甲的这种票的话，我的建议是你去到网上找那种有各个俱乐部的会员的那种人啊。我就是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人，然后他加了一点钱帮我买的，因为这场票你们得有20分钟没人说话啦。今天怎么回事？还没到9点半呢。咱们直播间什么时候能安静这么久了？今天创纪录了。突然出现了转折，因为这是这个赛季末西甲的一场比赛，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突然开始算8点不至于。巴塞罗那是排行榜排第1，然后皇家马德里是照他好像排第4。反正两个队伍还有4场比赛结束，如果巴塞罗那在这场比赛能击败皇家马德里的话，他们就可以提前4轮确定获得西甲冠军。上一次两个队伍可以通过皇家德比的方式取得冠军的这种关键场次，只在1930几年出现过一次，那次还是皇马赢了。哇，我跟你讲，那天下午整个巴塞罗那越靠近诺坎普，就越跟疯了一样，真的。现在是晚上的6点，然后今天晚上比赛是9点开始，还有3个小时给大家看一下，这附近已经全都是球迷，而且隐隐约约能听到那种。吃饭在吃什么？终于有人说话了。我以为今天要往30分钟的奔头去了呢。他们可以在主场拿下这样一场胜利。听说如果要是今天晚上巴萨夺冠了，巴塞罗那当地可能会有彻夜的狂欢。不管这样的狂欢到底是啥样，我先把我的手机揣在怀里吧。这个诺坎普球场是今年刚刚翻修结束，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诺坎普的意思就是新球场的意思，但实际上旧的诺坎普也是新球场的意思。哇，这就是顶级联赛吗？去了球迷商店，诺坎普是这样的，诺坎普的那个新球场到现在还没有修完，地方其实是手价，但反正就像咱们之前那个人今天来不来？我还在想我要不要等他。手价我有的时候也分不清他到底是说就那样了，还是。我今天主要是憋着个事儿想跟那个人讲，不然的话我有点想下播了。他那个球场，你即便不去看球，也可以走到很深很深的位置。谢谢贝妈，我一点都不了解，我只是在看他在讲这个，我一点都不了解。我的同事没跟我一起去，感觉巴塞罗那所有的酒吧、所有的饭店都有一台电视可以看西甲，是吧？啊，球衣的价格是球员版是189欧元，球迷版是139欧元，啊，也就是这么一件球迷版。你去到现场的话，你很难不买一件吧，对不对？现场的氛围实在是太好了，就是如果不融入的话，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在我们第2天离开巴塞罗那准备回北京的时候，在巴塞罗那的机场看到这么一件球衣的价格是在诺坎普购买的1半，59欧。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查了一下，听说诺坎普是全世界卖巴萨球衣卖最贵的。我还没看球呢，问题是，好沉啊！现在就是139欧元，但是我都分不清我是心情不好吃不下还是撑的。好吃啊！但是我又想把这里面的肉肉吃完，毕竟这个东西它又不能放。拉高到了不属于我的这个高度，我跟人家说，我说少算了一件，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很惊慌，他说哎呀，差点就免费了。然后
去退税，那个老哥非常的热情。我们才过去8分钟啊，感觉过去半个小时了。从中国，然后他突然就说：“你好吗？我很好。”那个人他来不来呀？然后特别热情的从他工作的那个区。昨天他嗡的一下就来了，今天怎么我都快1个小时了，他还不来？就是你更能感受到现场。憋死我了！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建立起来的那种羁绊，所有人都特别的友好。旁边那个老哥坐下了之后，高马大的。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我是再等等，还是说今天就这样了？下次开播再等他？你们觉得呢？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吧。广州、北京。比心吗？抱歉，暂时还没有这么暧昧的举动。我现在心里烦得很。暂时撩不动你们了，大家，我现在心里烦得很。我不知道这段对话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总之它就是发生了，现场就是。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我再等等，还是说，今天就算了，下次开播再看看。1个小时，吉祥物已经出来了，估计等会儿球员应该也要开始进场热身了。刚开始的时候，弹幕跟我说这种欧洲比赛的现场喝水都用那个杯子，然后那个杯子是有押金的，然后这边人又懒得退，所以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可以就是捡那个杯子，然后赚钱。我都找了西语老师特意学了一句：“小伙子，你这杯子如果要是喝完了，感觉也不好决策是吗？”学完之后发现现在这帮都是喝没有瓶盖的，就是水呀、可乐什么的，又白学了，根本也没人拿杯子呀。然后进场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一些其他级别的联赛，比如说我之前其实有看过中国国家队的世界杯预选赛，其实现场的气氛已经很热烈了。我看的那场有可能是国家德比加冠军归属的那场比赛。他现场的热烈程度大概是要个乘2或者乘3的，就是感觉当地人没停过，就上弦儿的那种，太亢奋了，真的。现场如果要是没有麦克风的话，基本上什么都录不。但是我进场之后，我麦克风就掉了，因为我背着包，穿着外套，然后现场又很热，我就把外套脱了，外套脱了以后，我就塞在那个纸袋子里，然后拿着那个纪念品上面的东西，然后把那个纸袋子放在旁边的时候，一转身后边还有一张海报，没有地方放，还买了瓶水。这个时候，我轻微的感觉到我膝盖上有一阵被触碰的感觉，我就在想，什么东西掉？我就在那思考，我在那想了半天，我说我到底缺了什么？那时候就是在巴塞罗那的海风里，哎，那个球场可好了，我跟你讲，很大的一个球场，很漂亮，然后现场所有人都今天换回这个电视背景。看着那个现场的时候，如果那个沙发坐着的话，吃饭有点，那个沙发太矮了，我坐着有点不得劲儿。我到底缺失了什么东西？因为我别在这儿了，磕在了我的膝盖上，我到底丢了什么？马上开场的时候，我突然想过，麦克风没，我就开始，然后走到那个过道上，然后前面那个语言不通的球迷，第2天我嗓子就哑，大家还问我为什么嗓子哑。以下这一段录的不清不楚的录像，记录了我为什么嗓子哑。哇，我第一次听莫老师大叫。他们能看清吗？这个球场好大呀，那个人跟个小芝麻粒一样。这场比赛综合了精彩的进球、激烈的推搡和冲突，以及源源不断的西语骂人教学，根本没停过。人生的意义，不是我本来就会，因为我看过不断的去找动力，让自己活下去，不断的去找新的动力，一个实现了就去找下一个。我现在就在靠各种各样的动力吊着我。但是啊，怎么说呢？现场的氛围虽然很热烈，但实际上不会出现，又不是因为不会出现说，哎，你穿着别的队的球衣，我就要跟你干一架，不是那样的。现场有2个非常落寞的皇马球迷，穿着白衣服，就是阳光开朗的走了过去。当天晚上其实有出现冲突，
但是那个人一直在挑衅，而且其实那个冲突也只是相互指责，没有出现那种就是对，没有太尽兴了，这场球实在是太尽兴了，真的。虽然说我不看球，就是我实际上来讲我是4年一次的球迷，就只看世界杯。虽然说我不看球，但是你到了巴塞罗那这种城市，你很难不去把它作为一个你旅游当中的一个。感觉今天应该等不到那个人了。我又要憋一晚上吗？因为你能更好的理解这个城市。不想再憋一晚上，这个事儿烦得很。是普通的场次可能是个100欧元左右，然后这个门票的定价也很奇怪。这个门票呀，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门票是巴萨。在看什么？现在在看一个给我画饼的人。可能是600欧元，然后你如果不买，过了2天之后你再去买，首先可能没有好位置，其次这个门票可能涨到800、850。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不太好的位置还剩下一些票，如果你要是想买的话，就是1200欧元。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去完整的体验一下。其实整个巴塞罗那不想特别深度的游，就是想做一些打卡的话，1-2天就够了。其实就是塞得满登登的。谢谢爸爸的灯牌。大小镇啊，附近的那些什么看海啊，1-2天左右的时间塞一场期间，那周不是都是哪？当天晚上街上就已经开始有那种游行了，就跟内涵段子似的，然后就啪啪开始摁喇叭，骑着那种小摩托，然后就是喊着那种夹杂着一些激烈情感表达的那种，然后就是摇着对气的那种。当天还出现了乌龙，他们指着一个队大巴开始骂，以为里边是皇马的球员，结果刚吃到一个辣油，还有点辣嗓子。就是这场比赛，这是第1天，第2天呢，早上呢？先去了巴特罗之家。我倒是，我还是来四川今年年初吧，才第一次正经吃这个，以前我都不吃这个的。以前我觉得这个东西黏黏糊糊很奇怪。然后大胆吃了一次，开始有点上瘾。今年主要是感觉胃不太好，所以吃一点这种流食。今年面啊、饭啊那些都不太想吃。辣的，可能因为是四川吧。甜和咸的我倒没吃过。好像没有肉肉。我现在其实已经饱了，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能放，所以我再说把里面的肉肉吃完。好像吃完了。还有花生，有花生吃。说你做吧，你做设计吧，我就是要夸张的，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老子有钱。高迪拿到了他一生之中最快乐的一个项目，不计成本，不计回报。高迪在里边就爽的呀，我跟你讲，高迪爽的呀，这么点玩意儿，真没有胃口了，不想吃。在里边实现了他各种各样奇幻的想法。我们去的时候，很多人在问说，黄金银行的秘密到底是？它是这样的，现场会排2个队还是3个队？它好像排3个队，它是分普通版、银版和金版。黄金门房的秘密，我说实话啊，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是进去以后，这部分我们排，因为实在太无聊了。进去以后下到地下室，这部分的游览是不对普通游客开放的。下去以后一个地下室，然后有一个旋转的，这个我就跟旋转寿司似的。回家我今天先这样吧，今天心情不是很好。那对我是运送，然后呢，桌子上趴个人。我先早点下了，我转移注意力去。高级的梦，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今天就先这样了，再见下了，拜拜！谢谢大家来看我吃饭。万花筒一样的那个灯光秀，非常神秘，非常不知道到底要干嘛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是黄金门房的秘密。就在我觉得这一部分。